很多人认为，二战从一开始就是全世界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的正义之战，但事实上，在战争初期，不少国家的核心目标并不是抵御侵略，而是相互牵制、争夺霸权，甚至计划重新瓜分世界。在这场复杂的博弈里，美国的战略算计最为精细。它针对当时可能对自身构成威胁的潜在对手，制定了一系列代号用颜色命名的作战计划。其中，红色战争计划专门针对当时仍保有全球影响力的英国。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，要是美英因为殖民地利益或者海上霸权爆发冲突，美国会通过出兵加拿大，把它当作进攻英国本土的跳板，再轰炸英国本土的工业设施，切断它的海上贸易航线，甚至在必要时动用化学武器等手段，迫使英国屈服。而所谓的黄色计划，早期主要针对中国，聚焦应对远东地区可能出现的地缘冲突。橙色计划则明确以日本为假想敌，重点规划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策略，为后来的美日太平洋战争提供了早期战略框架。绿色计划针对墨西哥，主要防范墨西哥和其他大国结盟后对美国南部边境构成的威胁。计划里包含了边境防御、快速反应等具体方案。就算是对名义上的潜在盟友，美国也保持着高度警惕。比如，他曾派遣传奇飞行员扎尔斯·林白前往加拿大，以军事考察的名义开展情报搜集工作，摸清加拿大的军事部署和地理环境。同时，美国还在美加边境秘密修建了3座伪装机场，这些机场表面看像是民用设施，实际上却配备了战机起降跑道和临时补给点，能在冲突爆发时快速部署空中力量。苏联在这一时期的战略选择同样充满了现实考量，他一边密切提防纳粹德国的扩张野心，一边积极构建所谓的东方战线，以此扩大战略缓冲空间。从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后，苏联的行动步骤很清晰。首先是依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的秘密议定书，出兵波兰东部地区，控制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。1939年11月，为了争夺芬兰东南部的卡累利亚地峡，苏联发动了苏芬战争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冬季战争。这场战争里，苏联虽然付出了惨重代价，但最终还是迫使芬兰割让了部分领土。1940年6月到8月，苏联又通过政治施压和军事威慑，先后吞并了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、立陶宛3个波罗的海国家。同年6月，苏联还出兵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与北部科维纳。通过这一系列行动，苏联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300至400公里，领土面积增加了约46万平方公里，人口增加了约2200万。斯大林政府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，表面上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，实际上是在为苏联争取工业化收尾和军事力量扩充的时间，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德国入侵做准备。日本则在亚洲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，实行殖民扩张。它的核心战略是把西方列强的势力逐出东亚和东南亚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、挪移亚洲各国的殖民帝国。早在1931年，日本就通过9·18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，建立了伪满洲国。1937年，日本发动7·7事变，全面侵华战争正式爆发。1941年，日本更是冒险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相继占领了东南亚的菲律宾、马来亚、新加坡等地区，妄图实现对整个西太平洋的控制。英国和法国这2个老牌殖民帝国，此时陷入了维持既得利益和应对德国扩张的两难境地。英国把重点放在维护它的全球殖民体系上，尤其看重巩固在印度、中东、北非的统治，通过加强殖民地驻军，修建防御工事来防范其他列强的渗透。法国则致力于保护法属印度支那、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等殖民地，同时试图维持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。为了避免和德国直接冲突，两国在战前长期推行绥靖政策。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中，英法不惜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，换取德国的和平承诺，但这种妥协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。然而，各国的算盘都被阿道夫·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的疯狂扩张彻底打乱了。希特勒上台后，逐步撕毁凡尔赛合约。1936年出兵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。1938年吞并奥地利。1938年通过慕尼黑协定夺取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。1939年3月全面吞并捷克斯洛伐克。同年9月1日入侵波兰，直接引发了二战。纳粹德国的扩张速度和侵略野心远超各国预期，原本相互牵制的列强陷入了被动和混乱。英国、法国被迫对德宣战，苏联面临德国入侵的威胁，美国的本土安全和海外利益也受到了冲击。在法西斯势力的共同威胁下，各国终于意识到联合抗敌的必要性。1942年1月1日，美国、
英国、苏联、中国、澳大利亚等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。宣言明确宣布，各国将奉行共同的反法西斯纲领，不单独和德、意、日法西斯轴心国媾和，全力投入对法西斯的作战。这一宣言的签署，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成立。就这样，一场最初可能变成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混乱冲突，在法西斯势力的疯狂推动下，最终变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、涉及国家最多、伤亡最惨重的反法西斯正义之战，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。